大家下午好，今天是7月10号，那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正经参考的这个频道。咱们这个频道主要是传递这个波浪理论的一些交易理念以及交易规则。那么通过波浪理论，我们主要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这个你也可以从我们的频道的分类里面可以看到。那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来分析一下香港的恒生指数。这也是来自于咱们的社群约稿。那么更多的这个视频，由于这个 B 站审核的原因我们只能在 B 站上传一部分。更多的视频我们是放在自己的社群和会员群里，也欢迎大家加我的 QQ 来了解会员的权益和获取会员的资格。那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恒指的月线图从月线图当中的话，整体走势它是一个良性的向上的一个态势。那接下来我们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整体的一个结构。首先看一下最早的数据是在1987年1987年之后的话是有一个历史新低，是在87年的12月份，低点是在1894。从这个1894开始一路上行，最高涨到了这个07年的11月份，高点在31897。这一次上涨它整体的一个结构呈现的是一个三波形态并不是我们常见的一个五浪推动的一个走势，仅仅是一个三波形态。这个三波形态就代表了这一次的反弹上行正式开始。那从31897开始，市场经历了漫长的一个调整，一直到22年的10月初，低点是14597。在这一次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走出了一个强势的宽幅震荡的一个格局，这当中是走出了一个 A 这是然后再向下走出了一个 C 浪，我们就用这个黑色段来表示。那通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就清晰的看到了经过前期的蓝色段的三波上涨之后，市场是迎来了黑色段的三波调整，形成了一个高位的一个宽幅震荡走势并且当中的 B 浪是创出了新高，可以看作这是一个强势 B 的一个形态。那从14597开始，市场就进入到新一轮的反弹上行，而且这个级别应该是和之前1894到31897蓝色段的走势是同级别的。那么从目前的幅度来看，它应该还是处于这一波上涨的一个初期。接下来我们就是从14597开始向上划分这个走势。这里我们先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我们首先用一下黄金分割看一下目前的一个反弹的高度和力度。第一波的反弹上行，它是已经走到了 0.382 到 50% 这个区域整体的幅度和力度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暂时给它定义为这里是上涨的一浪和回撤的一个二浪。那从这个二浪的结束点是位于14794，它其实是已经步入到了这个三浪上涨的这个阶段。但是此处三浪的上涨它存在两种预期一种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另外一种相对保守一些。那么我们先看第一种比较乐观的一个形态。从当前的整体14794开始的上涨，我们可见的它是已经走出了一个五波的形态，1、2、3、4、5。但是在这个五波的上涨结束之后呢，市场并没有迎来一次比较深的回撤。这里我们可以先拉一下这一波上涨的一个整体幅度，可以看到之前的这一波跳空向下的回落，它是进入到了 0.5 到 0.618 这个区域，然后再次快速上行。那从当前这个收复的这个力度可以看到，极有可能它会在此处走出从目前的常规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演变成延长浪的9波形态。这就是6向上的7，后面还有个第8波以及第9波的一个上涨当然也不排除后期更极端的会从9波再发展成一个13波，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目前我们先当9波的一个反弹形态来看待。那从这里紫色段的这一波走势，那么就是定义为它是一个主升三浪。当然这个主升三浪结束之后市场可能会再次迎来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四浪调整，然后再迎来最后一个大五浪的上涨，来完成此次上涨的第一波整体走势此次上涨第一波整体走势。
这里是4，上方还有一个5。那届时我们可以看到，有可能这次走势走完，它对应的上一次的走势就是18944到第一个高点，这一波整体形态会全部完成，然后再经历相类似的一个长时间的宽幅震荡，再展开第二波上涨。那目前来看，我们就是处于同级别的第一波上涨里面的这个3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3浪延长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好，这是目前比较乐观的一种看法。那接下来通过这种乐观的看法，我们就要找到它最近的这个支撑位于哪里。那这里我们要将时间调整到更小周期的天图，我们就拉一下这次上涨的一个黄金分割。下方最近的这个支撑带它就是位于 0.382 到 0.5 区域，也就是22530和21900这两个位置，这就是目前可见的最近的一个支撑位。整体的走势它可能是以这样的一个形态在往上去运行，升幅回撤然后再次上攻，就是目前我们按照第一种预期来找到的下方支撑位。这里我们再回到周线图。那如果后期继续向上，将会面临几个压力目标位。第一个是 0.618 这个位置是位于周线的周线压力目标26300，以及 0.764 这个位置是线压力29040，这是后期整体向上的一个反弹上行的一个目标位。这是前面这一阶段讲的是当前比较乐观的一种看法。下来我们再说一说保守的看法。保守的看法就是，如果近期无法实质性的突破之前的这个历史高点24885也就是说周线的收盘价无法站上这个位置，那么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形态 A、B、C。 那也就是说，前期的1浪和2浪不变，这个5波形态仅仅是完成了3浪1，后面的这个3波 A、B、C 调整它是一个3浪2。等这个3浪2全部结束之后才会再次开始这个3浪3的上涨走势。那这种预期因为它调整的走势比较复杂，所以整体后期向上看的这个目标区域也会比较大。这是3浪3，当然后面可能还会有这个3浪4以及3浪5来完成这个大3浪所有的上涨形态，34、35。这就是目前我们讲到的第二种比较保守的预期。如果按照第二种保守的预期，下方的回撤的位置会比较深，会回到之前的 50% 到618这个区域，是位于19820和这个18620这个位置才会结束调整，然后再次启动向上的中长线的走势波段走势。其实无论是第一种和第二种，我们可以看到后期整体走势我们都是看涨的，无非一个是先涨，另外一个是要经过充分的调整才会开启中线的波段上涨。所以近期对于前面的这个高点24885这个位置，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日线级别的这个短期的这个回撤的这个位置大家也是要重点看一下。只要这个位置能守住也就是22500到21900这个区域能守住，那么就会按照第一种预期去运行。这个位置跌破了，大概率是按照第二种预期去走。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关于这个香港的恒生指数的整体波浪结构分析以及后期的机会所在。那么中长期我们依然是看好，无非是中短期它回撤的幅度与大小的不同。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